为什么说部分富二代更容易被自毁心理毁了自己和家庭？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其本质原因是什么？富二代的败家逻辑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富二代们为何会迷失这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富二代们为什么会迷失？2014年5月，富二代们成了新闻的焦点。5日，在成都，因为车主涉嫌超速行驶，26辆法拉利、玛莎拉蒂等豪华跑车在城南高速被警方拦下。如此众多的豪车汇聚在一起的照片一时传遍网络。6日，这备受争议的26辆豪华跑车再次出现在成灌高速上，以210公里的平均时速，仅用了13分钟就跑完了45公里的路程。据报道，这些跑车来自全国各地，车主是清一色的富二代。12日，在福州一家 KTV， 一位富二代王某调戏19岁的少女小肖，遭拒后大打出手，令小肖牙根撕裂，牙齿脱落一颗，整排牙齿松动，右下颌骨骨折。事发后，持有美国绿卡的王某企图逃往国外，相关部门已将其资料发到各边防检查站和出入境管理部门。如果王某意图离境逃避处理，警方将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拦截。13日，更恶劣的事情发生在重庆江北茂业百货，一个男青年用双刀将自己穷追无果的一个女大学生砍死。据称该青年是重庆一个家境富裕的高干子弟。富二代们到底怎么了？这些新闻主角有着什么样的共同心理？有一次，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来广州出差，我们好好的聊了一次。他是为自己家族的企业出差，刚认识他时我们都还是少年。记得那时的他一方面很豪爽颇有侠气，另一方面很爱油嘴滑舌，但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看上去特别稳重的中青年。我们先是聊了当年的往事，最后聊到了他现在的境况。他说自己现在经常找个理由就出差，因为在家里经常感觉无事可做，如果真想做事，就会免不了和老爸因为意见不合而起冲突。他说老爸控制欲很强，希望家族企业完全按照他老爸自己的意思来运作，他插不上手，所以也乐得逍遥。虽然认识了他很多年，他也很爱说话，但对于家境如何，他口风很紧。我们的朋友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底，但不管怎么说，他至少看起来不会是败家的那种，因为他很节俭，出差时住的都很一般。例如在广州住的是100元人民币左右一晚的宾馆，并且说是为了乐得逍遥，其实他出来也是只办事不游玩。不过我想他的故事仍可以说明为什么富不过三代是一件艰难的事。其核心原因在于父亲和儿子如何相处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或者更普遍的说法是父母该如何和孩子相处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强人的孩子给父母制造麻烦。杭州飙车案发生后，那张在网上流传的现场照片令我震惊到了极点。现场显示，在事发现场，胡斌的伙伴中有人一边抽烟一边谈笑风生，这太可怕了，触发了我在播客上发了一篇短文。最恐怖的一张图，如此放松，如此的无所谓，他们在谈笑风生。如果这张图片只有这一层含义，我祝福他们，愿他们永远这么轻松惬意。可是不是，就在这旁边躺着一个刚刚逝去的生命，一个叫谭卓的25岁青年死在了他们伙伴的跑车下。谭卓，浙江大学毕业生，一家外企的优秀员工，正准备和相恋9年的女友结婚。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刚刚看完单位组织的电影《南京南京》，就在家门口的斑马线上，他年轻的有着许多梦想的身体被彪悍的跑车撞飞。跑车是30改装车，车主叫胡斌，杭州师范学院的体育生。据网络搜索结果，父亲叫胡树明，从事服装行业。他的跑车据官方说当时时速是70公里每小时，后来经过专家调查，应该能达到84.1到101.2公里每小时，而现场证人的说法是至少120公里。
说法可以有2个，但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谭卓的身体被撞飞5米高，而最终落下的地方距斑马线有近30米远。这些身份，这些信息一点都不重要，富人和穷人也一点都不重要。假如这是一场车祸，还是有跑车、飙车、超速等各种要素，仍然不重要。只要在这些因素之上能加上人性中最起码的尊重，但这些尊重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出没有，一点都没有。自恋幻觉，世界都在我掌控中的幻觉，将彪悍的跑车开到极速时可以满足的幻觉，撞死人也可以没事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之下，只有自己存在，没有别人存在。然而，如果我对于你来说不存在，那么你对于我来说一样也不存在。不夸张地说，这件事本身以及事情后来的走向，比如警方一开始宣称当时的时速是70公里每小时，引起了我极大的恐惧，因为这令我担忧，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和法律秩序将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有权力和金钱。在这里加一句，看来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看到2018年的修宪，还没有看到今天的情况。好，回到这本书，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我看了当时网上关于这一事件的几乎所有的资料。当我看到一张胡斌登长城的照片，以及他与父亲胡树民的一张照片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因为这2张照片令我明白，这个轰动一时而且可能流传多年的事件，其核心还是一个个人事件。胡斌登长城的照片中，我没有看到一丝嚣张，相反看到了一些木讷，尤其是他的眼神看上去很空洞，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空虚。相反，他父亲从这张照片看起来无疑是一个自信的强人。这2张照片令我想起以前我对一位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强人的孩子制造麻烦，有时是在对强人的父母表达一个特殊的信号，你们不是无所不能吗？我看看这件事情你们搞得定不？这位父亲是一个强人，他希望我能帮他处理好儿子的事情。他说他的事业根本不成问题，因为不管企业遇到什么困难，他相信自己都能处理好，对此他很确定。但最令他头疼的是儿子，他10几岁的儿子不断闯祸，闹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闯的祸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他越是担心什么，儿子就越是闹出什么问题。他讲了好多件儿子惹祸的故事，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在他和妻子或者他们请的人没有出现之前，他儿子惹的祸的程度都比较低，而且至少一半的时候是无心惹的祸。一旦父母或父母请的人出现，儿子惹祸的程度会进一步提升，并且情绪会变得更激烈。我将发现的这个规律告诉他，他听了后有些吃惊，说他的确也感觉到儿子好像通过闯祸给父母制造麻烦，但没敢肯定这是真的。如果说这的确是真的，那么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给出了前面的那个答案。富二代挑战父母的方式，自毁。生命中最基本的一对矛盾是，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的价值感，而且这种价值感总要在关系中去寻找。这样一来，假如我的高价值感我很棒是建立在别人的低价值感你很差的基础之上，就对别人造成了伤害。所以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才说他者即地狱。例如在父母和孩子这一个常见的人际关系中，父母和孩子都想寻找价值感，而且都想在彼此的身上寻找价值感。但假如父母的高价值感我很能干是建立在孩子的低价值感你什么都做不了的基础之上，父母就对孩子造成了伤害。这种关系越彻底，父母就越是孩子的地狱。亲子关系的一个难题是，一开始看上去孩子的确什么都做不了，而父母也的确像是无所不能。当孩子越小的时候，父母越是无所不能，对孩子而言就越好。例如对孩子特别敏感的妈妈，能够凭感觉捕捉孩子的种种需要，别人只能听见孩子哭，而妈妈能听出不同的哭声里所蕴含的不同含义，从而可以在第一时间满足孩子的需要。所以心理学家们会说，在孩子1岁前没有过分的爱这回事。父母对孩子越好，对孩子的帮助就越大，越容易给孩子建立起健康心理的基础。然而假如孩子到2、3岁之后，父母还是对孩子大包大揽，就阻碍了孩子的发展。孩子明明觉得自己长大了，能力增强了，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了，但父母一方面不给他做事的机会，
另一方面还不断否定他，总是对他说你不行。这不仅是一个说法，也好像是事实。的确，有多少孩子在小时候能强过父母呢？如果说到灵性，那么孩子基本上都比父母强，但大人们好像不怎么看重这个，他们看重的是实际能力。在这些能力上，孩子的确弱于父母，尤其是如果你有强人父母的话，就更是如此。不仅在亲子关系中，父母行我不行这种感觉会一再被重复，在其他所有关系中，别人也都会这么看。可以说，做强人父母的孩子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你认为实际的好处是唯一重要的，那么强人父母就是完美选择。但是，假如你认为精神上的好处也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那么强人父母就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的关键在于强人父母的内心逻辑是怎样的。如果强人父母内在的关系模式是我行你不行，那么这个挑战就是很难逾越的。没有人喜欢低下的自我价值感。当强人的孩子发现他们无法通过超越父母而提升自我价值感之后，就可能会采取另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降低父母的自我价值感，以缩小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差距。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强人的孩子给父母添乱。福州的富二代王某因调戏少女不成而大打出手。事情发生后，可以看到其父母动用了一切资源和一切办法去帮助儿子，甚至假扮受害者小肖的家人对警方说，他们已经决定和王家私了。这样的父母真是神通广大啊！不仅有钱有权，而且脑子也很好使。但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的败家子之所以败家，乱来，而且乱来的相当没有水平，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儿子面前无所不能。杭州飙车案的肇事者胡斌，他之所以在法庭上否认飙车，也有着许多同样的意味。假定他的父母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最好低调一些，在法庭上走走过场，再悄悄地让父母搞定事情。毕竟随着时间的流逝，公众可能会逐渐遗忘这一事件，起码怒气会削弱。现在他在法庭上再次引起众怒，很可能他真正的动机对准的并不是公众，而是他神通广大的父母。你们不是说我不聪明吗？我现在就不聪明一下，看看你们该如何搞定。对于胡斌案，我这仅仅是猜测，我不是学法律的，不懂得胡斌在法庭上的这番说辞是不是为了获得更轻的惩罚。但一想起他在长城上木讷的神情，同时想到他多次急速飙车，脑海里就想起一句话，那就是或许他自己想死。富不过三代、二代、一代，因为屡屡惹出众怒，现在富二代在网上成了过街老鼠，到处都有人对他们喊打喊杀。不过也有分析家称，大家不用太生气，不妨心平气和一些，因为照他们这种表现，他们会自取灭亡。分析家们还说，我们都知道富不过三代，但这个说法是欧美人先说的，那是他们的情形，而在我们这里的情形很可能是富不过二代。财富和财富能力如何传承下去，是个世界级的难题。英文对此有一句谚语，伟人的孩子难成器。葡萄牙有句俗语，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的说法。西班牙也有酒店老板，儿子富人，孙子讨饭的说法。德国则用三个词，创造、继承、毁灭，来代表三代人的命运。甚至财富能否维持一代都是个难题。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通过对福布斯杂志最近20年的全球首富排行榜进行研究，发现在400位曾经进入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名流中，只有1/5的人能够维持其地位。统计还表明，这些有钱人的风光场面通常维持不了20年。这到底是为什么？从胡斌案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最近我想答案可能从巴甫洛夫的狗身上能找到答案。巴甫洛夫是苏联的著名科学家，他拿狗做实验，结果提出了著名的条件反射学说，对心理学有着极大的影响。他通过试验发现，如果给狗喂食前打一下铃声，那么几次之后就会发现，仅仅通过铃声就可以令狗产生进食前的反应，比如分泌唾液。这就意味着铃声这个条件和食物这个本质事物一样，可以诱发出狗的进食反应。从好的方面看，这是一种学习，也就是狗学习到听见铃声就意味着食物就会到来。但从坏的方面看，这是一种迷雾。如果狗对这个条件反射过于执着，
他最终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将铃声和食物混为一谈。如果将食物换成价值感，而将铃声换成财富，那就是强人家庭的故事了。本来财富带来了自我价值感，这种感觉如此美妙，但久而久之，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可能就会迷失，认为财富才是答案，而遗忘了自我价值感才是最重要的。于是这个家族就可能执着于一点，也就是钱的多少是最重要的。不仅如此，条件反射有初级条件反射，还有第二级条件反射，乃至第三级条件反射等等。假如一条狗始终在一个地方，用同一种模式进食，那么它最终会认为周围的一切条件都是它获得食物的预言，于是它可能会对这些条件本能地执着起来，这样它会离食物这个本质更为遥远。对于一个强人家族而言，其第二级、第三级乃至更多级的条件反射就可能是那个创始人创造财富的方式就是答案，他的所有言行就是答案，他的一切风格就是答案。结果就是强人迷失了，强人的孩子也迷失了，他们离财富能力越来越远，离自我价值感越来越远，离生命的本质也越来越远。从根本上讲，每个人都想做自己，所谓做自己，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找到生命的意义。对于这一点，我特别喜欢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的一句话：你必须自己开始。假如你自己不以积极的爱去深入生存，假如你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揭示生存的意义，那么对你来说，生存就将依然是没有意义的。放到强人家庭，也许强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了生存的意义，或起码说，他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了挣钱的办法，他因而成为了他自己。但是作为强人的孩子，他们也必须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挣钱的办法，而不能仅仅通过拷贝父母的方式。实际上，在我看来，很少有孩子愿意拷贝父母的路，孩子会天然地向父母认同，不管父母是否优秀，孩子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认同父母。假如父母优秀的话，孩子认同父母的自觉程度会更高一些。但是孩子的认同主要是个性上的认同，而在人生道路上，他们每个人都希望做自己。然而在强人的家庭中，很多孩子未必有这份幸运。成都跑车事件中的车主们，在他们荣光的背后，有没有别的东西？富二代们的败家逻辑，很多强人都迷失在条件反射的重重迷雾中。他们太成功了，结果不仅热爱成功这个结果，也热爱，当然经常是更热爱自己走向成功的方式。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方式能传承下去，而途径就是让孩子全盘接受自己的这些成功的方式。他们的这种愿望越强烈，其财富对孩子就越可能是一个诅咒。因为从本能上，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方式只是条件，不是财富本质，更不是生命的本质。如果强人父母们懂得这一点，而去鼓励孩子们找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找到自己赚钱的方法，那么孩子就不会遭受这种诅咒。但假如强人父母非常渴望孩子不仅继承财富，也要继承自己的那一套生存方式，孩子的内心就会被劈成两半，一半想做自己，一半被迫走父母的路。分裂太严重，就可能会导致自毁。日本战国时代，武田信玄被誉为第一兵法家，他按照自己所领悟的孙子兵法的道理，创建了骁勇善战的骑兵。但他死后，儿子武田胜赖很快将武田家带向了穷途末路。在决定性的战役中，他让武田家骑兵主动攻击躲在栅栏后使用步枪的敌人，结果全军覆没。并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是，第一支部队全军覆灭后，他又驱动第二支部队去送死。第二支部队徒劳无功地覆灭后，他又驱动第三支去送死。他这样做在我看来是在发泄一种情绪。父亲，还有你的那些幕僚，你们都说我不如你，都要我按照你的做，这是真的吗？这是我的宿命吗？那就实现这个注定无法摆脱的宿命吧。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家族所追求的是将创始人的精神传递下去，那么能传递3代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这意味着第2代和第3代必须牺牲做自己的生命诉求，而却成为父亲或祖父的影子。这意味着自我将不复存在。假如创始人想传递的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怎么样，那么第2代就开始败家。
就实在是正常不过的结果了。比如财富这东西，假如只剩下金钱和享受，而拥有者已经忘记了财富背后的生命意义，那么他要传递下去实在是太难了。富二代们的败家其实不过是在相当忠实地执行这个逻辑罢了，也就是既然你说享受很好，那我就好好享受吧。所以说生命意义这样的东西并不虚幻，恰恰相反，它是最重要的东西。最后说一句，富二代中也有很多成家子，我也接触过几个，所以本文写的并非所有的富二代，而只是针对那些败家的富二代。不过关于条件反射的迷雾，相信大家会发现，这些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道理，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富二代们为何会迷失这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